你的感冒还没好吗？哎呀，最近这个天气阴晴不定的，律所里已经有好多人倒下了。我怎么感觉你还是烧着？哎要不明天还是请假吧？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哦，也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怎么一直站在风口？你生病了，我当然要回来。我已经都安排好了。明明就不仅仅是感冒。好了，一切都没关系了。现在我在这里了，我回来了。是我，怎么还没睡？又是忙工作忙得忘了时间吧？你呀，我现在不在保密区内，所以没关系。也没什么，只是可能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吧，有些影响工作时候的心情。你呢？一切都还好吗？仅仅是这样，你听起来有些不开心。是生病了吗？你的声音有些哑。怎么了？
明明就有什么事，到底怎么了？告诉我，我才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啊。就知道你还没有睡。来，感觉还有些发热，用体温计再测一测吧。哎，这身衣服脏，我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更何况，你也没有做什么会让我生气的事呀。生病了就不要想那么多了，你需要好好休息。当然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虽然提前回来，但已经都协调好、安排好了，不会影响工作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好啦，先好好睡一觉，有什么话都可以明天再说。好，你慢慢说。啊！如你所见，我本来是想修洗衣机来着，但这个问题好像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。我现在真是知道你当时为什么那么崩溃了。站到干净的地方去，我来收拾就好。我都回来了，这些事就不需要你费心了。
是你吗？梦到你了。什么呀？他们明明都是你的子民。我看他们都散乱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本来是想把他们带到卧室收编，训练成专业的阿贝贝军团。只是训练过程中突然有些困，所以才决定原地休息一下。没想到他们作为阿贝贝居然这么有潜力，我一下就睡到了现在。所以你把他们都放到沙发上是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因为我不在家，一个人害怕？我知道了，那种感觉就好像，在这个美好无比的黄昏，我一觉醒来，却发现房间里只有自己。来，陪我躺一会儿，好不好？看，灯都亮了。洗衣机，洗衣机！哎，之前我查阅了一下维修手册，说是这个故障代码表示排水泵堵塞。但经过这几天的排查，排水泵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而且之前那次短路导致家里断电并不是必线的，我怀疑只会在夜间用电高峰时段才能触发。这一次的实验也证明了我的猜测，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电机上。怎么了？平白无故的怎么还叹起气了？该不会是不相信你夏师傅我的实力吧？现在就放弃治疗为时尚早。
不过有一些需要的工具家里应该没有。好，那我再……可是……对对，你想吃些什么？你在里面吗？和同事聊工作聊得我都困了，唉，我们一起吧，这样还节省时间。从我回来这段时间，你也一直在忙，还没有好好陪我呢。嘿嘿，你对我最好了。我累。可以吗？哎，对了，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做？就比如像洗衣机这种需要维修的，或者是地楼下水不够顺畅。当然不会。我只是突然意识到，你似乎比我想象的承担了更多，本不应该让你独自承受的责任。你比较喜欢哪条？这条黑色的看着有些沉闷，不过它的材质一看就是防水耐脏的。而这条嘛，虽然是浅色的，但胜在材质柔软亲肤，穿上它，即使是做家务，心情也会好一些。哎，不是你提议来买围裙的吗？怎么不说话？什么样子？为了一条围裙，在这儿犹犹豫豫的样子？
玩偶区？可以是可以，你要买新的玩偶吗？我？才不是这样，你做到的从来都比我所想的要更多。因为工作，分别是我们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，我们也一直在给予对方最大限度的支持和理解。但我又有点担心，这些是不是来得过于理所当然，反而会成为一种阻碍，让我们在某些很需要对方的时刻，却无法说出一句真心话。可以先陪我去看个东西吗？哇，你把它们保管得可真好。这么明显吗？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看到这几朵雏菊的时候，我想到的是它们的一个别称 Day's Eye。 从前人们觉得雏菊像一只眼睛，日出而开，日落而合，于是认为它们是白天的眼睛。那一瞬间，我很羡慕它们，睁开眼就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切。这对我来说，简直算是一种超能力。像这样，睁开眼，就看到你。有时候你太沉迷于工作，而不太注意脚下的路。勉强去够，你可能会受伤。这只是小事而已。
任性？那我喜欢你这样的任性。回来的这些天，我总是会反复想起那天我听到你说那句话时下意识的感受。当然会担心，怕我的工作性质成了我们之间的阻碍，怕你会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掉眼泪，可又难以避免的会高兴。一开始我甚至以为是错觉。即使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彼此之间却总是习惯不让对方担心，不想给对方添麻烦。说想念要看场合，想抱怨要看时机，连说一句好希望你能在这里，也要担心会不会带来压力。虽然这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，但当你主动展示自己的脆弱，让我明白你其实希望我能在你身边。这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了，可我很想再对你强调无数遍，我喜欢这样耍小脾气的你，我喜欢主动依赖我的你。其实你根本不用担心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真正想说的是什么？我会回来，就是因为在听到你那样说的时候，除了担心和高兴，我最想要的是见到你。就当是我的一些小私心吧。毕竟如果一早说开的话，也就听不到这些我想听到的话了吗？欢迎对我恃宠生骄。哎，你，要传染早传染了。哎，耽误了这么久，我也该修洗衣机了。不行，你得帮我。你帮我穿上吧。那现在我自己穿不了了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就这样系好了。怎么了？
是有些痒。其实昨天我没有说实话。真正让我放松的不是那些玩偶，是他们身上属于你的气息。这段时间你一直忙于工作，我不想打扰。可是，怎么办呢？真的很想你。所以，别再躲开我的靠近好吗？我保证，我会规规矩矩。现在，让我好好抱抱你。跑慢点儿，我就在这儿，又不会去哪儿。正好看到对面咖啡店换好了秋季新菜单。降温了，鼻子刚刚有些痒而已。好了，回家吧。好像是。仔细听，就要到副歌了。喂，能听到吗？我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？没打扰到你午休吧？我刚刚再次试了一下家里的洗衣机，虽然噪音有些大，但已经可以做到成功运转不报错了。那当然了，夏师傅出马，一个顶俩，还包售后，我这服务质量可是相当不错吧？总算在我离开魏明市前把这个心头大患解决了，这下我可以放心了。今天刚接到的通知，让我现在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。本来想说，在汇报完洗衣机的喜讯之后再说这件事，会让你没那么失落。我是不是还是弄巧成拙了？好了，其实我也是藏了私心，不是很想当面告诉你这件事。隔着手机，不管什么情绪都会有所收敛。啊，我只是在说我哟。即使只是听到你的声音，就好不想离开啊。每一次分开都很艰难。好，我是不是不该说这些？怎么感觉你都要……没关系的，
如果分离就将发生在下一秒，至少当下的这一秒，我们还可以把握呀。就比如现在，我决定了，距离你的午休结束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来一场短暂的约会吧。我现在就出发，相信我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